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日本政坛大变天了吗？暴走少女这一回变成了铁娘子。我们要来关心这一位是高市早苗，强硬的抗中这一位大鹰派，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日本史上最短命的女首相？会要诞生了吧？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其实呢，就是在周六而已，自民党的总裁改选终于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这一次啊，脱颖而出，瞬间成为热门日本的首相的人选，甚至她被形容是女版的安倍哦。那有怎么样的政治魅力？赶快来认识一下她是谁。出生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而且是不是传统的政治世家哦。当时她为了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所以她念的是公立学校神户大学。那学生的时期，她也比较特别的是，她喜欢重金属啊，还会打鼓、骑重机哦。这边有画面，甚至呢一度是加入了暴走族。后来她曾经担任过主播跟主持人，终于是从1993年开始，她踏入了政坛，当时担任是无党籍的当选议员哦。1996年，她则是正式的加入了自民党，来担任内阁的要职，被视为是安倍的继承人。不过呢，她现在是热门人选，但是日经亚洲也点出了，就算她未来成为首相的话，马上就要面临到的3大难关，包括了第一个，高市她要面临的是组建联合政府的难关，还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她要如何来应对，跟她如何接下来团结自民党内部的分裂呢？能不能成为顺利的这个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为何她又能够打败目前呼声最高的小泉进次郎？杨老师怎么看？她成为女首相，这个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她已经是总裁，然后自民党加上公民党虽然没有过半，但是呢，就是掌握多数。那因为反对党这边其实是很分裂的，可能是参政党、国民这个民主党，这都是比较右倾甚至算右翼的。然后呢，立宪民主党算主要的反对党，是比较中间温和偏左的，所以她做女总裁问题不大。那小泉为什么会输哈？他输在自己啦，小泉进次郎。我们台湾人讲叫做阿达玛孔古力，这不是日文，这是台语了哈。但是呢，日文的话就是阿达玛瓦瑞啊。那他的确其实是不太聪明哦。那几次选总裁，他自己讲话完全不对位，甚至听不懂他讲什么，甚至讲错。给他机会撂英文，结果他不敢讲。他不是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吗？可是他从幼稚园到大学是在神奈川县的一个学校，叫做关东学院大学。那个学校就体育见长了，我只能这么讲。可是以他的家世哈，他算是第4代的政治人物啊，不得了，在日本都少见的。基本上要进好一点大学不是很难的事情，就表示他个人其实就是说在能力上，所以这一次大概就是民间就对他有一些失望。可是很奇怪，他那个时候处理稻米的问题的时候也算是不错，所以民间的这些支持者对于他的就是是否有能力处理当任首相之疑。那高市早苗呢？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女性，第2个保守，第3亲美，第4反中，第5亲台，我把它都列出来。但女性跟保守我们放在一起讲，他其实说女性这个作为第1位自民党的女总裁，最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因为其实有人说她其实是最像男性的女性政治家，她对于一些男女平等的议题，其实实际上不支持，反而反对。比如说结婚之后女性要改名字，这种法律她反对改变，她反对女天皇的这个继承，反对这些东西。那但是呢，你说她是有一些我们中文的媒体会说她是右翼或者极右派，这个在日文的理解当中并不是如此，因为那个有另外的一些人跟一些党派，那她是这个强硬保守派，这是没有问题。那至于在亲美这个上面，这绝对是亲美。可是他现在说他要去跟川普政府重新谈关贸协议，有可能吗？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做不到。完全日本是美国的小弟，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所以就看10月底的时候，他跟川普在 APEC 会面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反中，我觉得
他其实反中应该是视为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但是日本跟中国的经济以及他背后那个麻生太郎会牵制他。不要忘记，他现在到2028年没有选举，所有参议院、众议院到2028年才开始选举，所以他这3年呢，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他可以做的算是稳当的。那但是呢，亲台大家不要误会，他其实是了解台湾。他讲的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是说日本要介入战争，对，而是说发生战争对日本的冲绳跟西南诸岛的影响要怎么做因应的问题。但台湾人真的不要这个自以为是，认为台海战争当中有日本来相助，高市早苗一定会支持，这个不可以这样理解。好，高市早苗这一回出现哦，那其实可以看到他的定位也非常的鲜明，比较是强硬派的保守，那亲美当然是反中的这个鹰派大将。大家也在看说接下来的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尤其我们来看到他从2014年他的这些言论，真的就是比较鹰派。他几乎每一年从2014年开始都会去到靖国神社做参拜，甚至他说过918的战争是自卫战，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有这一段的慰安妇历史，还抛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等等。那么现在其实包括了自民党大将这位是石破茂也都非常担心，他说希望他别把日本带入歧途，大陆直接酸说他可能是短命的女首相。接下来他会怎么走他的路线？委员怎么看？还有中日关系，这个短不短命跟对中国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啊。石破茂算是比较亲中很短命啊。那个其他也有这个比较不亲中，甚至比较抗中的也蛮短命的。短命不短命，完全是由日本自己内部的政治所决定啊。而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派阀问题啊，也是决定了短不短命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讲个难听的话哈，日本最近的首相人选素质都很差。真的是很差，不是一般的差，非常的差，而且谎话连篇，这一句我都听不进去啊！次私立顶大去念公立的神父大学，哪一家私立顶大？哇塞大吗？还是哪一家？对不对？日本也有很好的公立大学啊，这个公立的神父大学还不是很顶好的啦，还有大阪大学，还有那个东京大学，对不对？这个你就不会念书，你就不要讲的那么说哇，私立在日本私立的顶大不是日本的顶大，公立才是顶大，跟台湾一样嘛，跟台湾一样的制度是一样的哈。那这个不管啦，这个他踏入政坛，终于轮到他当这个首相啊，因为当然这个我没有那个杨教授那么了解日本啦，但是我接触过日本的。这个政治的水准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爱念书人才会去当日本的众议员真的很糟糕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泉进次郎只是一个象征性就是他们知识很窄，然后关心的焦点很狭隘。我上次批评也许很严格，可是我接触了也有不少人他们真的就是个德性。美国的参众议员我就觉得很糟糕了，日本的还比台湾的立法委还糟糕。真的是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好了，不批评他，所以他要长远任职不太可能，因为这是日本内部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为很多人都想为这个位置嘛，那派阀弄一弄的话，老大开心谁日本流行老人政治啊，麻生太郎80几岁了，现在还操纵日本政治啊，对这些人只过嘛，你说对中国强硬，那个叫空话强硬啊，强硬要你有本事。比如说，川普说：“我有军队，我委内瑞拉不听，我可以把军队派过去。”这个叫做没有空话的强硬。你日本对中国强硬，你有什么本事强硬啊？这个不知死活，除了脸比较长以外，看不出他有什么强硬的本事啊！那他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什么否认南京大屠杀，他去弄他了，不必去理会他。这种就是过场的小丑人物，他还要学柴契尔夫人那被柴契尔夫人不丢到那个几百里外了。好，所以那等一下也请小舰长带我们看怎么看第一个中日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包括接下来对整体的东亚安全又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刚刚说了嘛，这个高市他是走比较鹰派的路线，那他自己称自己自意是这个安倍路线的继承人，几个他比
比较强硬的政策，我们来看到他曾经说呢，他要推动修宪，把日本的自卫队改名叫国防军，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美日同盟，并且建议日台准安全同盟等等。他说他的偶像是英国铁娘子柴契尔。曹舰长，偶像可以很多啊，可是自己可不可以变成偶像那样的一个地位是个问题啊。是，而且我们台湾的媒体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台湾的媒体喜欢啊，例如说，之前川普也就是胜选第2任的时候，哇，大家很开心啊，川普总统第1任就跟那个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机会又来了？结果呢，现在川普最常讲的台湾后面还有几个字啊，基体电路公司啊，他其实真正对于台湾有关于战略。或者是跟大陆的关系，他反而几乎没有琢磨啊。那这个也就是啊，我们大家不必啊，现在如此的来看这个高市早苗。那其实他们之所以成为鹰派，那也就是因为他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政治市场里面呢，他要进行差异化。如果他跟别人都一样，那谁要选他嘞？所以他会走出他自己不同的路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啊，他之前啊，那进行辩论会的时候，他到底讲了什么？他在9月24号的时候，他进行这个候选人辩论会的时候，他特别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中日关系啊，他讲的反而是促进经济成长。所以这又中了当初的那一句啊。笨蛋，问题在经济啊！所以现在谁去跟中国大陆搞不好啊，谁自己倒霉。因为你跟中国大陆搞不好，最大的问题就会先出现在你的经济上面。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你对于中国大陆各种的那个为难，中国大陆先用这个稀土卡脖子，接下来不买你的大豆，川普现在真是无以为继啊！那但是我们来看啊，高市早苗其实他当初他的 NHK 对于他的这一些言论啊，有非常多的一个统计啊，他其实。